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雷亚斗》。亚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，所以说这款游戏在名称上、在称谓上有一定的争议，但实际上呢，名字就应该叫雷亚斗，因为它是从日语的音译过来的。这款游戏乍一看呢是一款第三人称的动作射击游戏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有非常特别的地方。敌人会向里外两个方向对你进行射击，这样的话，主人公有两个对应的射击键，一个是向里面射击，一个是向外面射击，并且呢，游戏当中会出现一些掩体，它也是只能抵挡一个方向敌人的子弹。那游戏的难点呢，就来自于这儿，玩家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适应。主人公真的是抗摔呀，这么高掉下来都没事。我现在捡到这种子弹呢，击中屏幕边缘之后会发生爆炸。好，这种武器呢射速比较快，另外还有一种霰弹枪和喷火枪。前方这个就是霰弹枪，喷火枪应该是最难用的。这些胶囊呢是回血用的。屏幕的左上角就是我的血量。现在是满的，但是大家别急啊，这款游戏的难度比较高。我之前自己练习的时候，每关都会掉血啊，每关都会挨打。主人公又从高处掉下来了，注意这里有机关，需要快速的滚动。冰板上呢，已经有很多人中招了。又给了血，但是咱没掉血啊。这个喷火枪呢，我就不捡了，等它自己消失，因为实在是太难用了，攻击力非常的低。好，这里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， 不只是小兵啊 ，BOSS 也会在屏幕的里侧和外侧来回切换移动，所以说咱们在打 BOSS 的时候呢，也要切换射击键。现在呢 ，BOSS 在里侧，好，快闪！结果被炸到了，看我的血量啊，大概掉了1/3。这次呢，他又来到外侧，所以说你在遇到敌人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第一时间进行判断，你是射里面还是射外面啊？因为你只有一杆枪，你不可能同时射里面也能够射外面啊。好的，第一关过关了。过关之后呢，它会给一个剧情交代的图片。但是这款游戏的剧情啊，我感觉挺混乱的。它的主线剧情呢，就是主人公来击败一个邪恶的组织，叫做魔法之虎。我又挨打了。我能够查到的资料呢，也仅限于此了。那游戏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剧情交代的也莫名其妙的。通关之后呢，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。这里是第二关。我现在这个掩体啊，就是能够抵挡外侧的子弹的。所以说游戏还是有一定技巧的，如果出现掩体了，那你优先要对付另一侧的敌人，并且敌方的手雷还有这种榴弹，它的指向性都非常强。如果呢敌方向你发射了，其实可以不急着躲，你可以护住自己的头，向头部向上开枪，这样的话呢，手榴弹或者榴弹落地之前就会被打炸的。理论上是这样啊，但是游戏的节奏比较快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呢，你是来不及反应的。游戏的难点还体现在过关之后，实际上啊，它的血量是继承的。每过一关，你的血量会得到回复，但如果你的血量掉的比较多，这样就回不满了。而且呢，每次过关的时候，你的武器啊被没收。
出场呢还是默认的武器，需要重新捡取。这里遇到了一个中型 BOSS 吧，一只大猩猩啊。这大猩猩后面会出来多次，现在只有他自己，还比较容易对付。第二关的战场呢是在火车上。这款游戏呢出品于1992年。如果是从街机游戏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已经比较晚了。所以说系统上啊，火爆程度上还是比较成熟的。我好不容易吃到了血，好像又被打了。如果你挨了一枪之后吃胶囊，应该是补不满的，差2格血补满。外侧这种敌人呢是扔手雷的，所以说它可以不优先消灭。发射子弹的敌人呢才是最难对付的。哦，刚才这个直升机过去啊，我真的是神反应啊，竟然把它打炸了。这里应该是快 BOSS 战了。这款游戏的 BOSS 呢都不难，难点就在于流程当中。敌人呢里侧外侧都有，尤其是一起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手忙脚乱了。好，这里呢好像又是幻术啊。第二关的 BOSS 呢，它是有保护罩的。还有保护罩套着的时候，你是射不进去的啊。你要等他把这个套摘了，你才能射进去。另外呢，他还会召唤这些小怪来对你进行干扰。其实他自己的话并不难，他发射的光圈落地之后才会爆炸，没有什么威胁。这些小怪发射的羽毛呢，也能够打没。但是我好像被羽毛又击中了。这关呢没了一半血，看一看下一关能不能回满。这里的过场比较良心了，给了一个动态的图片。其实第一关开场之前也是有一个剧情介绍的，但是那里呢主人公吸了一支烟，就是有一些平台啊它审核比较严，这样的图片啊这样的画面是过不了审的，所以说我就给剪掉了。本关呢我不小心捡到了喷火枪，如果有别的枪啊，我应该快速的把它换掉。这里有一个破坏球的机器，主要是想砸咱们，而且呢有各种的小兵捣乱，这就比较难。所以说优先啊，不要想着打 BOSS， 优先呢清小兵。经过了过关的血量回复，再加上这关开始我捡到了一个胶囊，所以说我把血量回满了。喷火枪打敌人真的是慢啊！这么一个小 BOSS 打了半天。看一下什么时候能捡到新的武器吧。这个翻滚剑我用起来就有一种红白机的勇士们的感觉啊，那款游戏我也非常爱玩啊。但是这款游戏的难度绝对比勇士们高多了。还有拿刀的敌人，拿刀的敌人呢是近身攻击的，一般他只会从内侧出现。场景呢可以破坏的东西非常多呀，各种玻璃、障碍物等等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掩体，那我优先呢打外侧的敌人。敌人还有使用吹剑的。哎，我被砍中一刀啊！看这血量，好像是比中了一枪掉的血要少一点。这点血呢，
吃到一个胶囊应该会补满。坐电梯，本来呢卷轴是一个左右的卷轴，现在成了上下的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变成了一只，这是老虎吗？哦，后面好多狼。这个老虎攻击的方式非常奇葩呀，它是把头伸出来啊，这个头，哦，伸得非常长。你攻击它掌握点节奏就不难，不要让它撞到你就成。这个 BOSS 啊，你听它叫，大概叫3声就会伸头了。不过它这个攻击方式真的好猥琐呀，把头伸出来，再抽回去。第4关，那游戏的流程呢，一共就只有6关，流程倒不长。这里咱们是跳上了一个武装直升机，或者是运输机。这里运输机的体位发生变化了，我感觉呢，这重力方向是向屏幕内侧的。这里主人公竟然能够蹲下不掉下去。那个飞机跑了，没有打爆。我感觉经过了前3关的洗礼啊，我渐入佳境了啊。前3关没少挨打。第4关呢，有一点适应了，就是敌人内侧的、外侧的，能够很快的判断了。刚吹完就打我脸啊！有一个炸弹落在地上爆炸了，我竟然滚过去了。所以说敌人射得准，不如咱们接得准。这关的 BOSS 应该是整个游戏最废的 BOSS 了。到 BOSS 战的时候呢，大家看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我感觉来到了城市啊，背景上呢有很多的楼，刚刚还是乡间的平房呢。哦，我感觉这飞机啊又是在侧着飞，是不是想把咱们控下去啊？捡到了霰弹枪，我感觉是最好用的枪了，攻击力非常的高。打小兵的时候呢，体会不出来，但是如果打 BOSS， 它是非常快的。好了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是敌方的很多飞行兵啊。也是里侧和外侧都有，你要想清楚自己是射里面还是射外面。而且呢，他们的攻击方式啊是扔手雷，这个攻击方式应该是 BOSS 里最弱的了，因为可以打爆啊。他们呢又没有碰撞伤害，所以说这个 BOSS 相当好打。其实第1关的 BOSS 也不难，但第1关的 BOSS 我好像挨打了呀，所以就不能吹了啊，不能说第1关的 BOSS 最简单了。好的，看起来飞机降落了，这样的话游戏的流程呢就过了大半了。第5关，第5关呢场景啊是一个游乐场，开场我又是默认的子弹啊，这个真的不爽。哎，挨打了，
我判断错误了，这个掩体呢是挡外侧子弹的，我还以为是挡内侧的。好，捡到武器了，让咱们猛多了呀！虽然看起来射的比较分叉，但是强度还是很强的。刚刚这种小兵的子弹要尤其注意啊！你别看它不是指向性的子弹，它是一边跑一边射击，它的子弹呢能够穿越掩体，这个是非常讨厌的。好，又给血了，血量加满，不错呀！这里有掩体，咱们可以蹲一会儿，而且这个掩体呢比较靠近屏幕的右侧，也就是卷轴的前方啊。这个掩体咱们会用很久，感觉。再来一波怪吗？大概1波半的怪可以用到这个掩体。我好像又挨了一枪啊，血量又不满了。电梯走了，这个游戏呢我没有背板，所以说瞄准镜啊我经常是放在屏幕的最中央，这样出现敌人呢方便挪过去。又有2个掩体，哦，一个奖命，我们5条命了。血量，好，这个枪不好用，这个枪第一关咱们吃到来着。好，又挨了一枪。这个翻滚啊，比勇士们要弱呀。勇士们那个翻滚呢，无敌时间很长。这关应该是挨了2枪，然后吃了2个胶囊。我的天，又从上面掉下来了。一只大猩猩啊，但是这个大猩猩呢，打它的时候会出现小兵。这样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呀，先清小兵，后打 BOSS。小 BOSS 的攻击方式比较单一，不会挥拳，威胁不大，但是抗打很肉。好，打完。哦，又被敌人的吹风机呢吹飞了。好，这个广告牌，我的天，这次更夸张啊！哎，他们2个和我一起掉下来的，我又挨了一炮啊！看我血量啊，见底儿了。好的 ，BOSS 战，你需要找到真的打他，他才会掉血啊。好，这里。而且它本体呢会不断的切换，攻击方式呢它就只有一种了，就是这种炸弹，攻击范围比较广，提前一点躲吧，慢一点打，稳一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想着拼命了，因为咱们的血呢现在没有拼命的资本了。只剩下这是几点血？这点血呢，你别看6、7格，但实际上呢，挨一枪就倒了。好的 ，BOSS 打完，打完之后呢，问他你的 BOSS 在哪儿啊？这里的剧情我其实感觉不合理啊，第一次看我就觉得不合理，因为呢，他被灭口了。你想啊，敌人有着狙杀。灭口的能力，为什么不把主人公干掉？这个就超级不合理。我感觉不只是游戏啊，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你也能够看到啊类似的剧情吧。上一关我血量掉的实在是太多了呀，过关加血，再加上又吃到了一个胶囊，现在这血量好像还差
差一个胶囊，等于中了敌人1枪。但好在最后一关啊，我感觉比较简单啊。这里呢就是打虫子，这个虫子难度不高，因为它移动速度比较慢。虫子呢也是2个方向爬向你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款游戏我在操作的过程当中。实际上，2个射击键都是开启了连发键的。连发键呢，在街机的原版上是没有的，所以说你开启了连发键，那难度上比街机的原版就降低了1半左右，我感觉。因为连发键呢，你的输出高了，你呢又不用分心去不停的点子弹。先清小兵，这里有2个大猩猩。不要急着打他俩，小兵没有了，再慢慢输出。好的，打完，感觉他们2个的血量呢没有一只高啊。这里快速的滚过来就行了。这个场景也一样，走慢了很麻烦。一排小兵，前方呢就是 BOSS 战。最终 BOSS 啊，这个最终 BOSS 呢，配置就有一点拉胯了，因为呢，它不会2次变身啊，就一个形态。这个 BOSS 打的时候要注意啊，他的攻击力非常高，弱点啊，打眼睛，对，打眼睛啊，眼睛打瞎了，他就没戏唱了。否则的话，他眼睛发射的激光攻击力超级高。咱们守在一个角落，好，打下1只了。第2只，这样通关。通关之后呢，这个 BOSS 啊就消失了。然后主人公得到了他的魔法项链，最后呢还把这个魔法项链啊挂在这个 BOSS 的十字架上了。我看不懂这个剧情啊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